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文史大观园，我是雪莉。岳阳楼是湖南岳阳的一座古城楼，下临洞庭，前望君山，北倚长江，有洞庭天下水，岳阳天下楼的盛誉。岳阳楼主要是因为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而闻名的。不知道你上中学的时候，老师有没有要求你背诵并且默写《岳阳楼记》呢？我当时可是背得好费劲呢。不过你知道吗？范仲淹其实没有见过岳阳楼，他是看图作文的。而且这个岳阳楼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和历史隐情呢。史料上记载，岳阳楼的前身呢是作为军事用途的，是东汉末年东吴大将鲁肃操练检阅水军的阅军楼。从楼上登高远望，就可以将洞庭湖面的一舟一帆尽收眼底。到了大唐的时候，岳阳楼就渐渐地失去了它的军事用途，而岳阳楼后来又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，成为文人墨客的旅游聚会打卡之地，还在于诗仙李白的大力推广。李白留下的佳句“水天一色，风光无边”被雕刻在门廊的柱子上。诗圣杜甫也曾经到此一游，写了一首《登岳阳楼》。在这首诗里面，杜甫以老病之年，借着描写岳阳楼的景致，抒发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无限愁思。想那北方战火未息，生灵涂炭，禁不住老泪纵横，淹没在这浩瀚的湖水之中。从此以后，岳阳楼似乎就和忧国忧民、心怀天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。时光来到了宋朝，经历了800余年风雨的岳阳楼，迎来了他命中的一位贵人。话说大宋庆历4年，也就是公元1044年的春天，范仲淹的至交好友边疆荆州的知州滕子京，因为在一次抗击西夏的战斗之后，为了犒劳边关将士抚恤遗属、祭奠英烈，使用了16万贯相当于地方小金库的钱。不料被那些个想扳倒范仲淹的官员诬告说他滥用公款，他因此被贬到越州担任知州了。滕子京因此就心情很郁闷，常常是愁眉不展、长吁短叹的。夫人见丈夫闷闷不乐，就跪拜在丈夫面前，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相公因祸得福，本是喜事，为何闷闷不乐呢？”滕子京有些不解，问道：“夫人请起，不知何喜之有啊？”夫人站起身来，不紧不慢地吟诵起李商隐写的《岳阳楼》一诗：“欲为平生一散愁，洞庭湖上岳阳楼。可怜万里堪称幸，往事蛟龙几复舟。”吟诵完毕，他又缓缓地劝解滕子京说：“相公虽然是遭人算计了，被贬来到岳州，却也是远离了是非之地呀。这不就像是诗中所说的那样吗？你登上了岳阳楼，那么纵然有蛟龙兴风作浪，也奈何不了您呐。这难道不正是大有可为之机，是可喜可贺的事吗？”夫人的一席话说的滕子京是茅塞顿开，紧锁的愁眉一下子就舒展开来。他暗下决心，准备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岳阳大展身手，干出一番事业来。滕子京转忧为喜，也来了兴致，吩咐道：“今天我要到岳阳楼上去观赏洞庭美景。”他这一出门，刚好就遇到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神秘人物，是谁呢？当滕子京坐在轿子里前往岳阳楼的时候，忽然就听到衙役兵丁的喝骂声。滕子京走出轿子去看个究竟，原来是一个喝醉了酒的老汉。老汉横卧在石桥中央，挡住了太守的去路，还大声叫嚷道：“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！当官的坐轿不动腿，我老汉腿疼了，在桥下躺躺歇息一下，又有何妨？”滕子京看这位老汉，衣衫破旧，脏乱不堪，却是目光如炬，炯炯有神，赶忙上前说：“
请老先生上轿，我送你去治腿疼病。老汉还真就爬起来，大模大样的走进了轿子。滕子京命令抬轿回衙门，他自己在后头跟着。等轿子进了州衙，滕子京说道：“恭请老先生下轿。”连喊了2声，不见动静。掀开帘子一看，大吃一惊，轿内空无一人，老汉不见了，却有一把纸扇留在轿内，上面写着：“与人同德之谓道，与人同友之谓德，有道有德，正通人和。”落款是京兆回道人。滕子京心想，这位回道人是告诫我要做一个好官啊，那我可得把握好了。他心中默默地感念老汉的提醒，就请夫人做了一个锦缎套子，把扇子装进去，时刻带在身上，经常用来鞭策自己。滕子京以此为鉴，秉公执法，清正为官。他还带头捐款筹募资金，在洞庭湖东岸修了70里长的防洪大堤，使得岳阳的农田不再受洞庭湖汛期涨水的灾害旱涝保丰收。另外，滕子京还兴建了岳州学馆，普及儒家文化教育。这样仅仅1年的功夫，岳州人民粮食充足，安居乐业。滕子京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爱戴。然而这时，有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发生了。庆历5年的夏天，滕子京夫人突然得了重病，一病不起。这天，滕子京正在家里照顾夫人，突然就有人报告说，东郊五里村刮了一阵旋风，把一些树木连根拔起，砸倒了几百间的民房，有些百姓被砸伤。旋风过后，又下起了冰雹，农田秧苗被砸坏几百亩。滕子京一听，赶忙吩咐儿女照顾好夫人，然后带上官员衙役，急匆匆地赶赴受灾现场。滕子京亲临现场，在五里村指挥救灾，整整3天3夜才算安置完毕。当他回到家的时候，夫人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撒手人寰了。滕子京不禁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。正在这时，一位相貌清奇的老道不请自来。老道对滕子京说：“大人不必哀伤，夫人并无大碍，贫道自有起死回生之术。”说完，只见老道拿出了一丸丹药，叫人扶起夫人灌入口中，然后轻轻一甩拂尘，说声起。顷刻间，夫人就回过气来，好端端的就站起来了。滕子京欣喜若狂，夫妻双双跪地向老道磕头拜谢。抬眼再看的时候，老道已经消失不见了，而地上又留了一把纸扇，上边写道：“孺子可教，有道有德，可喜可贺。”落款为京兆2口仙。上一次的落款是回道人，这一次的落款是2口仙。滕子京心中暗想，这2口不就是吕吗？难道是仙人吕洞宾显灵了？滕子京有道有德，夫人被道人救活，滕子京无限感激之余，又做了一件流芳千古的大事。话说岳阳名胜岳阳楼因为年久失修，已经破旧不堪，滕子京决定重新修缮岳阳楼。可是资金来源是个大问题啊。这一次，滕子京吸取了以往的教训，重修的花费绝对不可以动用朝廷的公共款项，也不能强行搜刮民脂民膏。他突然就想出了一个主意，要向民间欠账的老赖们伸手。于是呢，他先找到债主们商量，问他们能不能把多年欠的款项捐献给衙府呢？债主们心想啊，这些人欠的钱，反正我也是要不回来了，现在算捐出去，这岂不是一桩美事吗？然后呢，滕子京又派人对欠账的人晓之以理。这些老赖们自知理亏，又怕得罪官府，就乖乖地把欠款拿了出来。就这样，一下子就解决了资金来源的大难题，还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。百姓都称赞太守还真有两下子。不久，滕子京筹足了资金，开始动工重新修缮岳阳楼。滕子京聘请能工巧匠，把楼的顶层设计成层层相叠的如意斗宫，看起来像是古代将军的战盔。这可是一个创举啊，在中国建筑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
可是好事多磨，在封顶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。岳阳楼在城楼的门洞之上，这个在平地上建好的战盔式的楼顶没有办法安装上去。滕子京听到汇报以后，急出了一身的汗。正在为难的时候，回道人再次突然显现，他一挥手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这个战盔楼顶居然就平地冉冉升起，稳稳地落在了岳阳楼的支柱上。滕子京见了，连连拍手称奇，正要感谢回道人呢，转眼一看，早已不见了踪影。滕子京不禁诗兴大发，随即赋诗一首：京兆吕仙翁，三访滕子京，赠善有深情，修楼旷世功。整修之后的岳阳楼焕然一新，还引来了一篇千古奇文的出世。岳阳楼修缮一新竣工以后，滕子京请画师绘制了一幅以岳阳楼为主题的洞庭晚秋图，派人送给好友范仲淹，请他为岳阳楼做一篇纪念文章。范仲淹当时正经历一生中心情最为灰暗郁闷的时候，庆历新政改革宣告失败，范仲淹被贬邓州，身心俱疲。当范仲淹展开画卷，不禁触景生情，他有感而发，提起笔来一挥而就，写成一篇名垂青史的《岳阳楼记》。《岳阳楼记》通篇虽然只有368个字，却气势磅礴，博大雄浑，借景于人，抒情言志。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堪称千古绝响，永世流传。而岳阳楼也因为范仲淹的这篇《岳阳楼记》而成为心怀天下、忧国忧民之楼。名楼得名记，名声一张，享誉海内外，世称天下第一楼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，感谢您的订阅、点赞和分享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